下面我们再来说一下胸大肌。胸大肌呢，这是外端，这是内端，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形状。在它附着在肱骨的这个位置有一个拧劲儿的一个结构，很像什么呀？很像折扇。见过扇子的同学都能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构。胸大肌类似于折扇的这个结构，也让胸肌更有力量感，也是让我们的手臂能抬起来。这个位置发力，可以让我们的手臂做一个前平举的一个动作。这是我们的一个胸大肌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肩三角肌。肩三角肌是盖住胸大肌外端的。从前面看，大概呈现一个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。它俩同时附着在锁骨上。锁骨从俯视的角度看上去，大概像一个弓形，也像一个自行车车把的一个形状。它整个的趋势是往后走的，它是往后走的，只不过呢，在走的过程当中拐了个弯，窝进去一块，也就是这个位置。我换个颜色表示，这个位置窝进去的这个位置。咱们再回到刚才这张图上来，在胸大肌和肩三角肌之间，这里也有一个窝状的结构，这里呢就是我们的肩窝。咱们在画人体的时候，可以通过肩窝来确定肩头和胸肌的之间的一个位置。肩窝也是咱们的一个重要的位置标记。那我们再回到肩胸部。